好，持續關心的是，川普宣布呢歷史性停火成功了，但是真的是這樣嗎？我們看到以色列啊，他的軍隊沒有走，而且還持續的開火，真主黨的火力同樣也都沒有停。現在歐洲國家氣瘋了，對以色列翻臉，而且呢，教宗也直接對川普來開罵，這根本不是停火啊？全世界現在一起失控了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好，川普呢又再次的高調宣布，他說的成功促成了，包括了以色列跟黎巴嫩之間的停火，他說10天的協議，他也信心的喊話呢，這將是我解決的第10場戰爭了。但真的是這樣嗎？確實，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表面上說同意川普說呢停火達到10天，但是呢他又說了這一些話。他說呢，我們會持續的留在黎巴嫩當地，是不會撤軍的。那麼數千名的士兵是會繼續的在黎巴嫩的南部，而且他說呢，必須要在這邊解散真主黨，是沒有任何的妥協了。看起來還是不讓步。那麼真主黨的部分呢，他的底線也是完全的，可以說是這個對抗以色列的。他說呢，以色列必須要完全的撤出黎巴嫩的南部哦，才有可能停火。而且他還繼續的轟以色列說，你現在還是持續的炮轟黎巴嫩的南部，根本就是破壞了停火的協議。那以色列則是說，這只是因為我要回擊來自於真主黨的攻擊哦。這一場衝突現在持續，確實已經開始外溢到歐洲國家，對於以色列他們是表達非常的不滿的，其中包括了我們看到意大利說已經暫停了跟以色列的國防合作的全部協議。再來呢，在歐洲國家，歐盟現在有超過100萬人聯署要求歐盟終止歐盟跟以色列之間的所有聯繫的協定。川普說的終止了這一場戰爭達到10天，以色列跟黎巴嫩本來應該停戰10天的，但是現在看起來真的有可能嗎？真主黨有可能接受所謂以色列的條件嗎？將軍怎麼看？我覺得這個川普跟這個納坦雅胡還有黎巴嫩的總統演出這一場鬧劇，我想全世界沒有人會相信的了。真的是這怎麼可能停火嘛？那我們先講說黎巴嫩這個跟真主黨之間關係，我用一個簡單的比喻，大家就可以了解就像是一個家庭裡面，這個老爸爸這個體弱多病，坐在輪椅上面就是他兒子是身強力壯然後為了保護家園，奮力在外面跟這個歹徒這個肉搏然後這個爸爸就跟這個兒子講說，不要打了，不要打了，對，我們跟人家和談。你想這叫得動這個兒子，說他不打他，怎麼可能嘛？所以黎巴嫩政府就像是這種老弱的家長一樣，可是他這個真主黨就像是一個年輕力壯，他正在替這個國家抵抗外辱。那你說叫他停止這場戰爭不可能，這是第一個。第二個，我認為納坦雅胡這場去攻打人家真主黨也是為了他的政治前途來打這場戰爭，甚至於他個人的一個這種免去監獄之災的一場發動了這場戰爭。因為我們都知道納坦雅胡現在很可能被以色列的法院來審判，因為他有所謂的貪污罪，還有所謂的這個詐欺等等如果說這些罪名都成立的話，可能會被關10年以上。甚至於針對這件事情，川普都曾經向以色列的總統替他求情，說給他特赦，那證明這件事情是真的嘛？確實有這麼一回事。那為什麼現在納坦雅胡沒有審判呢？因為國家正在打仗的期間，所以法院沒辦法開庭，沒辦法審理，所以他借着這個不停的打仗來消耗，來拖延自己的官司。那就真主黨來講的話，我認為這次的真主党，當然真主黨跟以色列彼此之間軍事的衝突不是1天2天了大概已經長達數十年這麼長久的時間。但是我認為以前可能都是一些小打小鬧，但這次對真主黨而言，它是他生死存亡之戰，他非要拼盡全力。為什麼？我覺得這次跟以往幾次的戰爭不一樣。第一個是伊朗，現在來講，以前他後面的大哥就是伊朗，伊朗在資助他。但是以前伊朗自己本身沒有被捲入戰爭之中，他或許還有能力支持黎巴嫩真主黨。但是我們黎巴嫩真主黨這時候看到，當他後面那個大哥自己都已經被打得這個疲累的很虛的時候，那如果說他這個時候不奮力一戰，那萬一
伊朗倒了以後，那他可能就連存活的機會都沒有，所以唇亡齒寒了。這個唇都已經快亡了，這個牙齒難道能不寒嗎？那第二個，我想說，真主黨可能他很明顯看到以色列在這個加沙走廊地區這個種族滅絕跟種族清洗的這些違反人道的作為，那他會想說，如果說這個以色列我們這次不再奮力抵抗的話，那以色列如果攻進我們黎巴嫩地區，我們自己的家人，我們自己的小孩，是不是也同樣會面臨像這個在加沙地區這個巴勒斯坦人民的命運一樣，不是被炸死就是餓死，要不然就是被病死，面臨這種悲慘的結局跟命運。所以我覺得黎巴嫩真主黨這次是非要抵抗到底。當然，這個黎巴嫩的總統去做這個停戰的協議，我覺得是管事不了黎巴嫩真主黨。好，所以這一場看起來，這以色列跟黎巴嫩之間的戰爭不會停下來，但是歐盟看在眼裡，他們不想要再被牽涉進來了，所以呢，意大利已經說了跟終止要跟以色列的合作，那歐盟也出現反以色列的聲浪哦。上志哥怎麼看？過去全世界都認為說，對川普或美國有這個3大女粉絲。高市早苗，再來其實就是馮德萊恩，再來的話其實就是梅洛尼哦。當然梅洛尼這2年的變化真的很大，特別是對中國的態度。但這次我們看這次在意大利當中，梅洛尼講出非常非常強硬對以色列的譴責。一方面我想說，其實在整個意大利跟羅馬教皇之間的關係是非常非常深刻的，所以我相信這種人道主義還是在。但是現在之所以沒有那麼亦步亦趨，甚至開始跟以色列切割這件事情，在整個歐盟當中來講，除了西班牙之外的話，還是很鮮明的動作。當然還有土耳其啦。當然我們現在看到，其實我認為梅洛尼的部分，意大利在思考的部分，除了他們自己本身的這個人道價值之外，你可以很清楚感受到，因為在國際當中這樣的，你沉默就表示是支持嘛，暗中支持。所以如果有更強烈的，然後我相信他们也看到西班牙哦。我想，其實梅洛尼在其實從先前2022年之前10幾年對中國非常的敵視，2023年退出"一帶一路"很強烈，可到2024年開始變成從過去強硬敵對變成比較務實主義。所以我覺得意大利是在觀察，包括像西班牙在內，他們開始走自己的路，不一定說跟中共好、跟中國大陸好，但是呢，自己的經濟或各方面有個全面的一個結構的成長。擺脫了這個歐盟自己本身，所以當他擺脫歐盟、擺脫美國的這個制裁跟牽絆的時候，就可以在政治方面走自己的路。我想其實不止最近西班牙，包括加拿大也是哈。自由黨最近其實的選舉非常非常漂亮，一直贏取很多的新的席次，主要都對一些所謂的中型的大國開始認真走自己的路，不那麼隨着美國的揮舞棒繼續往下走。感覺起來，我覺得意大利梅洛尼他在2024年改變對中國的態度，各方面就觀察西班牙、觀察加拿大，特別是意大利本身自己也要甩脫歐盟自己本身乃至對美國的經濟牽絆，我認為這也是背後他思考的原因。好，現在看到這一場戰爭，歐洲國家許多國家的態度突然間也在這個時候開始轉向反以啊，還有反美等等。那這一場戰線其實一直延續哦，從這個軍事也延燒到道德跟宗教的戰場。這個川普跟梁1444哦，就是這個天主教教宗之間的這一場這個口水戰持續的上演哦。那最新消息，我們來看到梁1444他公開再次批評世界正在被少數暴君操控，而且戰爭浪費數十億，警告他說不要假借上帝之名進行戰爭。現在看得出來，他其實就在說川普。那川普也持續的批評教宗，還發出了把自己比擬成耶穌的這種照片，那引起的當然是天主教徒的怒火。現在擔心的是不是會影響到共和黨的選舉？因為美國的選舉有1/5的人口，其實大部分都是天主教徒的。那2024年大選的時候，高達56%的天主教徒是投給川普，高於賀錦麗的42%。當時賀錦麗是他的對手。但是呢，最新消息，福斯新聞在今年3月的民調，發現不滿川普的天主教徒已經高達了52%。看起來這個宗教也會影響到接下來的期中選舉嘛？岳老師怎麼看？我是最古老的天主教大學畢業的，我在比利時天主教的環境生活了10幾年，所以我對天主教略知一二。我覺得川普是一個非常非常可惡的事情，他這所有做的一切都是極其基本上是一個瘋狂。美國有愛爾蘭人、意大利人、波蘭人、
拉丁美洲人全部都是天主教徒，世界有10幾億的天主教徒，10幾億的天主教徒，他們的精神領袖就是教宗，教宗代表的是一種精神上的、心靈上的以及道德上的一种權威啊，不容挑戰，有2000多，就上2000年歷史了。那麼在這種情況下，那麼川普本身他有一張照片假扮教宗，就是故意挑釁。然後接着話呢，他在這個復活節的時候，教宗在做他的彌撒的時候，那個川普的這個復活節當中，他就講，川普復活節也發文講說 Praise to Allah。所以說那個教宗看到這種事情，反對戰爭。我說過，他是一個心靈上，他是一個道德上，是一個世界和平的捍衛者。所以說對川普講說他不認同這個教宗。然後川普不得了，川普就直接對這個教宗講說，這個教宗啊，梁十四世是一個非常非常有名，他是美國人，他芝加哥長大的美國人，是第一任的是由美國人擔任教宗的。然後他本身就剛好就是最近是在非洲的喀麥隆做他的這個牧靈事業，意思也就是說到這個到處教宗要到處訪問。其實有點像是我們的媽祖出巡，或者說是不管怎麼講，人家是宗教，我們要尊重。但在這種情況下，結果川普這個時候居然放了2張照片，這邊只是其中1張，就他自己假扮耶穌啊，然後底下摸的那個人頭是不是天天罵他那個節目主持人叫 Stewart 啊？那個人自己還講，然後另外他今天又發了一張照片，他說這張照片麻煩弄大了，因為美國人都罵他瘋了以後，他搞了個耶穌摸了他手照片，講說他跟耶穌好朋友。這2張照片都是褻瀆聖靈啊，他們是異神教啊，大家要搞清楚。